看到父亲的样子，又见大家都大气不敢出。他们的老母亲坐在沙发上，正在抽着烟，看也不看跪着键盘，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父亲，就所有人都站着，也没有人敢说话，包括母亲最疼爱的凤若，此刻都是不敢吭一声。凤大少爷轻手轻脚地蹭到了妻子的身边，小声问道：“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被谁打成这般啊？”大少奶奶小声答道：“被妈打的。你没看到爸还跪着键盘吗？”顿了顿，她偏头看着丈夫，声音压得更低，不过带着点幸灾乐祸：“爸出轨了，被妈抓个正着。那个小贱人也被妈打了个半死。”闻言，凤大少爷的脸色巨变，就他想到了自己出轨的事。虽说父母早就知道，一直对此事睁只眼闭只眼，但是父亲出轨就是大件事，会牵连到他们这些当儿子的，特别是他们这些当儿子的也犯了那样的错误。凤大少爷再也不敢问话，默默地陪站在妻子的身边。妈，凤晴打破了屋里的死静，她看了看已经被打得脸青鼻子肿，再也看不出平时没老头样子的父亲，又看向脸色铁青的母亲，说道：“妈，你把我们都叫回来，是什么事？哎，我爸这是怎么了？谁将我爸打成这般的？是不是爸和别人打架了？”几位少奶奶都讽刺地看着郑华，又捏了一下自己身边男人的腰间，捏得他们吃痛，又不敢痛叫出声，只能极力地忍着。凤晴，爸做了错事，但是爸知道错的了，你快帮爸爸向你妈妈求求情，爸保证以后都不会再犯。郑华见总算有人说话了，连忙让凤晴替他求情。凤晴就说道：“爸，你犯了什么错啊？你总要说你错在哪里，我才能决定帮不帮你求情呀。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？爸，不是，我说你都一把年纪了，不是年轻气盛的年纪，怎么还那么的冲动和别人打架呢？你打赢了，咱们要赔偿别人的医药费；你打输了，咱们要帮你出医药费，没有一点好处。看看爸现在的狼狈样，打输了吧？”凤晴装着不知道父亲犯的错误，反正他是刚回来刚进屋的，就装着不知道也很正常呀。凤若却是一声都不敢吭。父亲最近老是问他要钱，他领零花钱的银行卡以及母亲给他使用的信用卡都被凤晴冻结了，他只能花自己的个人存款。父亲老向他要钱，他也是从自己的个人存款那里取的钱给父亲，已经给了不少，这是他孝敬父亲的。没想到父亲和三个哥哥一样的德行，手里有钱了就跑出去拈花惹草，偷食就偷食，还被母亲抓个正着。这步呢，父亲倒霉了，他估计也落不得好。那因为父亲出轨的资金有他孝敬的一部分。凤大少奶奶这个时候接话了，她说到：“阿晴，爸是打架了，不过是和人在床上打架，被妈抓个正着，爸身上挂的彩。那是妈的手笔呢。”闻言，凤晴一脸吃惊地看着父亲：“爸，你……”凤晴望着父亲的眼神是震惊的，不敢置信的。郑华被亲生女儿这样看着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做父母的犯了错都会想着遮掩，不让孩子知道，免得破坏了自己在孩子们眼里的形象。但是妻子却让儿女以及儿媳妇都看着自己出糗，让小辈们都知道他做过的事，这是让他在儿女们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呀。还好孙辈不在家，否则他在孙辈面前都要抬不起头了。妈，凤晴赶紧在亲妈身边坐下，安慰着亲妈。妈，爸可能是一时糊涂，爸平时和妈那么恩爱，他会不会是中了圈套，或者是被外面的小妖精算计的？就是那个贱人算计我的呀。阿晴，你快帮爸爸求求情，解释解释，爸真的是被算计的。郑华听到女儿的话，附和着，想将过错全都推到那个女人的身上。凤家主抽完了一根烟，又要点燃第二根烟，
被凤晴阻止了。妈，烟抽的太多也不好呀。凤晴说道，妈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也很难过，但不能因为爸背叛了你，你就惩罚你自己的身体啊。别抽了，吸烟是有害健康的。凤家主看着亲生女儿，在这个时候也就亲生女儿会安慰她，关心她。那几个凤家主环视了一遍其他几个儿女，他们都心虚得很，一声都不敢吭。妈，我爸是不是被人算计的？你看你和我爸结婚几十年，还生了我和哥哥他们4个，感情一直都很好的。我爸爸对妈如何，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。虽说我才回到你和爸身边2、3年，也知道你们夫妻感情好，我爸肯定是被人算计的吧，否则他不会背叛你的。凤家主看向丈夫，郑华也看着他，老婆，我真的是被算计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凤家主书弟抄起了茶几上的烟灰缸，就朝丈夫砸过去。烟灰缸砸中了郑华，又掉落在地上，摔碎了。郑华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子啊？好糊涂吗？阿晴不在我们身边长大的，他不知情才会为你说话。那个贱人，我是恨不得撕了他。但他说的也对，他图你什么？图你有老人味，不是你贪图他的美色，图他的火辣身材，天天追着人家跑。他会跟你去酒店开房，我打了他一顿就算了，不会再找他的麻烦。这件事真要怪，是怪到你头上啊。你以前就想出轨了，是被我发现，狠狠地教训过你，你保证过这辈子都不会再做出背叛我的事。你的誓言都是骗我的吧？我不再加一段时间，你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怪不得你3个儿子没有一个忠于家庭、忠于婚姻的，一个个结婚前都说很爱很爱自己的女友，娶回家当老婆了，这才多少年，又一个个在外面养小3、小4，还说什么做生意应酬避免不了。是谁说做生意应酬就一定要养小3、小4的呀？是你们爷4个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，少为自己出轨找借口。凤家主骂着骂着，把3个儿子也骂了进来。这凤家的3位少爷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就别看平时母亲对他们3个也很好啊，虽说不能像妹妹那样成为凤家的继承人，也不姓凤，而是跟着父亲姓郑，但他们是凤家的少爷却是事实。在外面呢，别人也是称呼他们为凤家少爷的。凤氏集团也有他们的位置，位置还不低，都是能捞油水的职位。亲妹妹进公司后，虽说位置也不低，但是天天都要挨母亲骂。他们除非作死或者做错了大事，否则母亲都不会骂他们。但是父亲惹怒了母亲，牵连到他们时，他们就恨不得自己成为隐形人。能隐形最好，不用面对母亲的怒火。就他们很清楚母亲对父亲的控制欲有多强，在他们凤家，父亲是最穷的那个人。家里的佣人身上带着的钱都比父亲多。说你们谁给了你爸钱？就从我去管城开始，你们都给了他多少钱？最好就老实交代，否则你们一个个的零花钱全都停掉。以后你们自己挣钱自己花，不能再花凤家的1分钱。凤大少奶奶连忙说道，妈，爸向我借过钱，我想着爸是我的公公，就不用他借钱，直接给了爸1000块钱。我真的只是给了1000块钱，爸拿了钱还说我给的钱太少。我和郑一帆吵架时，爸还骂我没用，管不好自己的老公，老公才会出轨的。所以爸后来再跟我借钱，我就不肯再给了。二少奶奶则是说到，爸说他没有钱了，跟朋友聚会想请客都掏不出钱来，太丢脸。我想着一个大男人身上连500块钱都掏不出来，请客请不起是有点丢脸。看在他是我公公的份上，我就给了爸5000块钱。后来大嫂跟我吐槽爸是偏心着出轨的儿子，怨怪我们这些当儿媳妇的没用，我一气之下也不再给了。三少奶奶则是说道，我发现我老公出轨后，
就大吵大闹，回了娘家住了几天。等我回来后，爸天天早出晚归的，我几乎看不到爸，爸没有跟我要过钱。所以在妈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，我1分钱都没有给过爸。凤晴也说到，妈，我也没有给过钱我爸，他和郑华没有父女之情，郑华对他也不关心，知道从他这里要不到钱，所以不曾向他开过口。郑一帆兄弟3人以及凤若脸色煞白，支支吾吾的语不成句。他们给的最多了，特别是郑一帆和凤若。这段时间里给郑华的钱少说也有10几万了，郑一帆给了几十万呢。说，凤家主一拍茶几，厉声命令着儿女们说出数字来。兄妹4个被吓到，不敢再支支吾吾的，老老实实的说了数字出来。就他们都有转账记录，一看这转账记录就知道给了父亲多少钱。就郑华从儿女这里要到的钱竟然有100万之多。凤家主气的暴喝一声，郑一帆，你们4个都给我跪下。郑一帆兄弟3个赶紧跪下。妈，我不知道爸是拿着我孝敬他的钱去泡妞，我只是孝顺爸。凤若走到凤家主身边坐下，搂上凤家主的一边手臂，撒着娇，妈，你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嘛，气坏了身体，我们会心疼的。凤家主甩开了凤若的手，冷冷的道，我说的话你没听见？妈，凤若不依的叫着。她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从来没有下跪过。小时候呢，3个哥哥闯祸，会被母亲责骂，甚至挨打。被罚跪，她就没有被罚过。凤家主冷冷地瞪着她，凤若心头一凛，只得走到了3个哥哥的身边，就不情不愿地跪下，心里骂着养父害惨了他。他哪知道父亲居然是要钱去泡妞呢？想到父亲被母亲压制了几10年，难得母亲不在家，父亲可以放松放松，他就给了父亲10几万。结果他冤呀，你们父子俩4个自己掌嘴啊！凤家主命令着。郑华苦着一张胖脸，老婆，我的脸都被你打得肿成了个猪头，是你自己动手还是让我动手啊？老婆，我自己动手，你别动手了。打累了，打痛了你的手，我还心疼呢。郑华赶紧自抽嘴巴，心里却恨极了这个老女人。她呢是比妻子大了2岁，但是她保养得好呀，看上去像是50出头。她那方面需求还挺强的，偏偏妻子上了年纪后就不喜欢了。那加上工作又忙，她都不知道宿了多长时间。她就是出去发泄发泄的，就又不包养，更不会带回家里来。就这个老女人在外面公然教训她，让她失了尊严，丢了脸面，回到家里还要被她当着儿女儿媳妇的面教训，让她面子里子都丢尽。被压制了几10年的郑华，本来就对妻子不满至极，只是不敢表露出来而已。如今是怨加恨了，但依旧不敢表现出来，就怕凤家主以后不再帮着他郑氏一家。一时间大厅里都是巴掌声，啪啪啪的。凤若是做样子的。凤大少奶奶忽然对婆婆说道，妈，你看凤若就是摸脸，她的脸连红都不红，看我老公脸都打肿了，看到丈夫被婆婆惩罚，她就一点都不同情。当然了，对于凤若这个假小姑子受罚，她更觉大快人心。就这段时间呢，姑嫂感情直线下降，她妯娌3个算是明白了，平时对凤若再好也没有用，她不会共情他们3个嫂子的遭遇。凤若是站在出轨的3个哥哥那一边的，反而是凤晴这个亲小姑子，以往他们对凤晴诸多不好，真出了事，凤晴坚定地站在他们这一边，替他们出气，也会开解他们。此刻看到凤若装模作样的，凤大少奶奶逮着机会就告状，可不能让凤若这样蒙混过关。凤家主就扫向了凤若，凤若气得狠狠地瞪着大嫂，阿若，你的手没有力气吗？这凤家主问着啊。妈，
我头有点晕，浑身都无力，可能是感冒了。凤若装着要晕倒的样子，在气头上的凤家主一点，都不心软也不心疼。他吩咐着长媳阿若，既然没有力气，你帮帮他，让他长长记性。是，妈。凤大少奶奶有了个光明正大报复这个冒牌小姑子的机会了。那两个少奶奶异口同声地说道：妈，我们也想帮帮阿若，让阿若长长记性。凤若恨恨地瞪着三个嫂子，这他们以为母亲回来了就能替他们撑腰了吗？要知道她的母亲只是嫂子们的婆婆，她可是当女儿的，一般当婆婆的女人都是偏向着自己女儿的。凤家主扫了两个儿媳妇一眼，淡淡的道：有你大嫂代劳就行了，你们俩看着吧。两个少奶奶只得应着是。凤大少奶奶走到凤若跟前，凤若抬头看着大嫂，说道：大嫂，你轻点力，我好怕痛呢，不想让大嫂帮你，你就自己出点力，让大嫂抽她肯定会打肿她的脸。妈，我自己来，不敢劳烦大嫂了。凤若赶紧说道。凤家主不出声，凤若生怕自己再不用点力，真让大嫂动手，她讨不到好处，不敢再装模作样，学着三个哥哥，用了力气自抽嘴巴，啪，好痛呀，啪，那另一边脸又挨了一巴掌，不过不是他打的，是他大嫂。凤大少奶奶狠狠地甩了凤若一巴掌后，觉得心里积攒着的气都发泄了一半，整个人都觉得轻快无比。他不等凤若反应过来，又是一巴掌抽过去，接连抽了凤若2巴掌。凤若的脸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红肿起来。大嫂，我都自己动手了，你干嘛还动手打我？你是不是趁机报复我？凤若愤怒地质问着凤大少奶奶，两边脸上都火辣辣的痛，不用照镜子，她都知道自己的脸肿了，她感觉到了。你平时什么都不干，没有力气，按你那样的动作，妈不会小气的。既然妈都叫我帮帮你了，我要是不帮帮你，就是不把妈的话放在心上，我报复你什么呀？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？担心我是趁机报复你？被凤大少奶奶这样反驳着，凤若张张嘴却说不出话来。她可怜兮兮地看向了母亲。凤家主不看她，知道母亲气得很了，凤若只得忍住。凤家主没有叫儿女们停手，兄妹4人都不敢停下来，一个个都将自己的脸打肿了。凤家主才淡冷地道：行了。兄妹4人停了手。凤家主起身，眼神异常的森冷，她死死地盯着丈夫半晌，看向了几个儿女，冷冷的道：你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妈给你们的，你们如果再偏帮着你们的爸，以后就不要再享受凤家的所有福利，辞去在公司的职务，离开凤氏集团，搬出凤家，以后你们在外面自力更生，是生是死全凭你们的本事，不要以为你们是我的儿女，我就会心软背叛我的人。哎呀，从来都不会有好下场啊！妈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以后都不会给钱我爸了。郑一帆赶紧认错并表态，以后都不会再孝敬父亲金钱。其他人也附和着。正如母亲所说，他们如今拥有的一切都是母亲给的，若是失去了凤家少爷的身份，离开凤氏集团，搬出凤家，他们什么都不是。就算情深涉及到金钱地位利益了，他们还是会选择后者。谁叫他们的爸不争气呢？孝敬他一点钱，他居然拿去泡妞，不知道老母亲是个母老虎吗？你们3个在外面招惹的花花草草都给我断干净，让我知道你们还在养情妇。有小3小4的，我全都逐出家门。凤家主以前知道儿子在外面有小3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几句，并不会做出太严厉的反应。也就是上次让凤琴开了他的库房，给3个儿媳妇各挑了珠宝，送给儿媳妇们，算是安抚儿媳妇们吧。这一次呢，她尝到了被老公背叛的愤怒后，理解了儿媳妇
才会严厉地警告着儿子们。郑一帆兄弟3人都低着头，不敢吱声了。滚！别再在这里，让我看着就火冒三丈。凤家主呵斥着几个儿女，兄妹4人呢，赶紧躲回自己的房里去。凤晴悄悄地对大少奶奶说道：“大嫂，你拿点冰块回房给大哥敷敷脸。”大少奶奶偷看了婆婆2眼后，悄悄地走了，按凤晴说的那样做。就此时此刻呢，她觉得小姑子呀都要亲的才好，不像凤若就是个白眼狼，平时对她再好都没用。2少奶奶和3少奶奶见状，也去拿了冰块上楼给自己的丈夫敷脸。婆婆回来了，有人给他们撑腰，丈夫不敢再出去找小三，他们的生活能够恢复平静的。当然了，他们和凤若这个冒牌小姑子的关系是彻底僵的了。反正凤家以后是交给凤晴的，凤晴才是他们亲小姑子啊。那凤若就没有人给她送冰块敷脸了。凤晴看看还跪着的父亲，给父亲拿来了冰块，对母亲说道：“妈，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罚也罚了，我爸又一把年纪，让他起来，也回房里敷敷脸，上点药吧。郑华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事不过3，你已经有2次背叛我的污点了，再有第3次，我们离婚。你想找多少年轻的女人，你找去吧。”郑华吓了一跳，被打被罚，他是觉得尊严扫地，心里恨极了这个母老虎，但是让他离婚，他是不愿意的。一是他都70好几了，二是他郑家的亲戚都依赖着凤家而活，他要是和凤家主离婚，凤家主乐意，就给他一笔钱；不乐意，让他净身出户，他根本斗不过凤家主，而且他的家人们会失去所有好处，以前得到的好处也会被逼着还回来。凤家主有多狠，跟他做了几10年的夫妻，他心里清楚得很。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，求你原谅我吧。看在儿女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，以后我再做对不起你的事，天打五雷轰。郑华发着毒誓：“滚！现在我不想看到你。”凤家主骂了一句：“是，我现在就滚啊！”郑华赶紧爬起来，由于跪键盘跪得太久了，他站起来时又差点跌倒。凤晴眼明手快地扶了父亲一下，他又将拿来的冰块塞到父亲手里，让父亲回房里自己用冰块敷脸。郑华就拿着冰块连滚带爬上楼去了。大厅里只有凤家主和凤晴母女俩了。凤晴坐回了母亲的身边，安慰着妈：“我爸知道错的了，他以后肯定不敢那样做，你也别难过了。”凤家主长叹一声，对女儿说道：“你爸他心里对我是诸多不满的，只是畏惧于我的权势手段，不敢反抗而已。在外人的眼里，我们是一对算得上恩爱的老夫老妻，内里如何，妈比谁都清楚。妈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和爸过下去？”凤家主默了默后说道：“因为你爸好拿捏，他没有前途可言，但他的家人都倚靠着我们凤家生活，他要为他郑家人的前途考虑。妈还有你们兄妹4人，也要为你们考虑考虑。只要他没有大错，妈都不会和他离婚的。妈想着不给他钱，他就算有那个贼心，也没有那个能力的，就忽略了你哥他们会孝敬他。”凤晴说道：“现在妈警告了我3个哥哥，他们以后不敢再孝敬我爸，我爸会对妈更加的不满，那又如何啊？在他选择了荣华富贵，给我凤家当上门女婿的那一天，他就该做好心理准备，在这个家，他别想当家做主。阿晴，以后你招婿上门，还是要招你爸这种软弱的、有软肋的男人，不要奢望找乔少那样的厉害男人，那种男人也不会给我们凤家女人当上门女婿的。像你爸这样的男人才好拿捏。你爸总盼着他的女儿上位了，他可以作威作福，等着吧。只要妈活着的一天，都没有他翻身的时候。妈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
也会先弄死他，绝对不会让他端着父亲的架子，对你指手画脚的。凤晴猜到上任凤家主就是死在他亲妈手里的，知道亲妈是个心狠手辣的人，可是亲耳听到亲妈说的这一番话，凤晴还是震惊的。她说道：“妈，我不是凤若，爸无法对我指手画脚。”凤家主看着女儿半晌，忽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也是，你身上流着我的血，也不是那么好拿捏的人吧？妈的身体，妈知道再活上10几年不成问题的，到那个时候，你爸说不定已经死了呢。就算没死，老的掉了牙，想作威作福啊，也做不起来。妈，别难过了，你是早知道我爸什么样的人，为他那样的人气坏自己的身体也不值得。”凤晴安慰着母亲：“要不我陪妈出去走一走？”凤家主深吸几口气，说道：“不用了，妈觉得累，想静一静。你去做事吧，妈静一静就好。我明天再回公司吧，妈这样子我不放心。”凤家主看着女儿，抬手摸了摸女儿的脸，向来凌厉的眼神变得柔和了几分，说道：“阿晴，妈可能是个失败者，当妈没有当好，当妻子也不是个好妻子，坐在家主这个位置上，妈也没有带领着凤氏家族重回巅峰时期，比我姐姐在的时候还不如。”她忽然觉得，这可能是她的报应。当年她丧心病狂，策划阴谋加害了长姐一家人，还有妹妹也死于她的阴谋之下。她没有直接拿刀砍了她的姐妹，但是姐妹之死却是她一手策划的，是她害死了他们。凤晴不接话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缩回了摸凤晴脸的手。凤家主忽然对凤晴说道：“凤晴，你既然不回公司，就去帮妈办件事，去丰泽大酒店找詹浩宇，让他将他们酒店里的监控删一删。你爸在他酒店里和那个贱人开房的，妈当时暴打他们的时候，应该被监控拍了下来。”凤晴说道：“妈，让詹浩宇删监控也没有用了吧？酒店里那么多人都看到了，况且詹浩宇也未必愿意删除，他从来不给我们凤家面子。”凤家主一噎：“也是吧，就现在才去找詹浩宇删监控有什么用？围观那么多人，早就被人拍下来了吧？现在网上估计全是他捉奸暴打渣男及贱女的视频。女儿的话也是事实，哪怕没有被别人拍了去，詹浩宇也不可能删监控，他是真的从来不给他凤家面子。海彤是他姐姐的外孙女，身上也流着一点凤家的血，与他也有着血海深仇。外甥女在管城混得很好，是商家的太太，年轻时就是个厉害的，现在是退下来了，但在商氏集团里依旧有着话语权。儿女又孝顺，当年的事，商太太多少有点印象，不过是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啊，没有人能搜集到证据，证明姐姐和妹妹的死是她策划的而已。但是商太太的意思是，想要夺回家主之位，交给商小飞或者海彤姐妹俩，有着这样的恩怨存在，詹浩宇怎么可能会给凤家面子呀？凤家主被丈夫背叛，詹浩宇只会幸灾乐祸。妈，要是网上出现那样的视频，我立即让人处理。凤晴说道，心里想着现在只怕传遍了整个江城吧，毕竟事发到现在都过去2个小时了呀。凤家主默了默后说道：“算了吧，随他们吧，就算能处理掉那些视频，也堵不住他们的嘴巴。不说别人，仅是战浩宇和乔涵2个的嘴巴，他就没有本事堵住。反正他没有错，就也不怕别人说什么。就是郑华的名声彻底毁得了，他本就对他不满，以后只怕会更加的不满，甚至恨他。夫妻几十载，儿女生了4个，到老了夫妻关系闹成这般。凤家主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，他起身对凤晴说道：“妈，上楼去吧。”说着他撇下女儿上楼去。等到大厅里只有凤晴一人时，
凤晴静坐了2分钟，便起身出去了。看到管家，他对管家说道：“妈问起来，哎，你告诉妈，我回公司加班了。大小姐不吃了饭再回公司吗？”凤晴抿抿嘴后说道：“不了，我叫外卖送到公司去。家里闹成这般，她就算想吃2碗饭，也不好意思。不如叫了外卖送到公司去，她就还能吃得自在一点。”凤晴回到凤氏集团的时候，她叫的外卖也送到了。她提着外卖走进办公大厦，在公司里加班的员工看到凤晴这个点还回公司，颇为意外，却没有多问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凤晴祭了五脏庙，又起身去给自己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坐回桌子前，他拿起手机给方瑶发了信息：“计划很完美啊。”他给方瑶发了信息，在方瑶回复后，他便删了刚才发的那条信息，提醒方瑶也删除。哎，郑先生怎么样啦？方瑶发了语音信息过来，很不好，狼狈万分。跟我妈的夫妻感情肯定是破裂的了，不过她不敢离婚，我妈也不想在70岁的时候离婚，2个人估计还会将就地过下去吧。不过对她母亲来说，这已经是很大的打击了。谁叫郑华那样对她？她是她的亲生女儿，她还安排人过来想非礼她。她当爸的先不仁，就休怪她不义了。她对她没有父女之情，以为她对她就有父女情吗？本来没有感情的父女俩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大家都可以过着平静的日子的。是郑华偏心凤若，始终难以接受他要代替凤若成为凤家的接班人，总想着对付他。他在其他事情上针对他就算了，但是安排人过来想占他的便宜，触了凤晴的底线。我那3个好哥哥以及凤若也受到了连累，都被我妈罚了一回，我算是出了口恶气。方瑶笑了笑，那是他们活该，可惜我没有看到他们倒霉的样子呢。这几天他们都不敢出门的了。凤晴心情愉悦得很，好几天不用在公司里看到那些人的嘴脸。大小姐没有吃饭，刚吃完叫的外卖，不想在家里吃，我心情好，想多吃2碗饭。在家里气氛那么差，我要是多吃2碗饭，我妈会说我幸灾乐祸。方瑶好笑又心疼，说她大小姐可以跟我说，我给大小姐做好了饭菜送过去的。知道凤晴是被家主直接叫回家的，她以为大小姐会在家里吃饭，没想到大小姐会跑回公司里躲着吃外卖，偶尔吃几顿外卖又吃不死人。多少人没时间出去吃饭都是叫的外卖呢？我以前很多时候也是叫的外卖。他刚创业的时候，忙得没有时间出去吃饭，就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外卖。我是大小姐一生的助理，照顾大小姐就是我的职责之一。大小姐以后有什么事儿跟我说一声就行，我会去安排好的。从她出师被安排到大小姐身边的那一刻起，她的余生都属于大小姐的了，除了帮大小姐解决各种问题，照顾好大小姐也是她的责任。我先忙完了想吃宵夜，你有空就过来，我请你吃炒田螺，喝2瓶啤酒。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吃过炒田螺喝啤酒了。以前晚上他会和一些朋友或者工人去大排档吃宵夜，很多时候都是炒几个小菜，喝几瓶啤酒。每次去了大排档，炒田螺是他必点的。后来呢，他被凤家主找到，就告诉他，她才是凤家真正的千金小姐。接着他被动地接受了亲子鉴定，一连做了好几次亲子鉴定，证明了她真的是凤家主的亲生女儿。她就被带回了凤家，自始成为了凤家的大小姐，出入的都是高级场所。不是她嫌弃大排档了，是她母亲要她跟过去做个了断，迅速地融入上流社会的生活。偶尔她想吃一份云吞，就还得偷偷摸摸的，怕被别人看到。不过在方瑶面前，凤晴自在很多，不管她做什么
方瑶都不会反对他，也不会提醒他要保持着大小姐的高雅，就只要他开心就好，就他才会邀请方瑶过来共进宵夜。方瑶应着好，我一会儿去接大小姐。不用你接，我自己有车。哦，喝酒的话我就不能开车了，我让司机过来。方瑶说道，不用叫司机过来，我送大小姐回家，我不喝酒，随你。凤晴是想喝2杯庆祝一下，自己报复计划完美成功，凤晴就重新投入到工作中。就等她忙完，已经是深夜11点，公司里加班的职员早已经下班。他走出公司的时候，看到方瑶靠坐在车头上等着他。见到他出来，方瑶站直了身子，随即呢，快步地走向他。你来了多久呀？凤晴边上车边问他。没多久吧，等了10分钟左右吧。方瑶系上了安全带，等凤晴也系上了安全带，他才发动引致。凤晴告诉他去哪里的大排档。方瑶笑，大小姐还喜欢去大排档吃宵夜呀？以前经常去。方瑶不说话了，他知道凤晴在回凤家之前过的日子不算好。车子前行，凤晴往后靠在车椅背上，按下了些许的车窗，看着车窗外的街景。江城跟管城一样都是大城市，哪怕已经是深夜11点，外面依旧有很多人呢。对于喜欢夜生活的人来说，这个时间段正高峰呢。也有人行色匆匆，应该是像凤晴这样刚下班的加班人，他们或骑着自行车，或者是电动车匆匆而过。那在他们租住的房子里，就有他们的家人在等着他们。凤晴其实有点羡慕他们，再苦再累，回到家里有关心他们的，疼爱他们家人，也有可爱的孩子们。那他有钱，但是回到家里有什么等着他呢？就他有父母有兄嫂，没有一个真心待他的。养父还在坐牢，养母呢，他们对他一样没有真心。他好像就是个不被喜欢的人。如果20几年前没有管家调换孩子的事情发生，或许他会得到父母兄嫂的疼爱，就像凤若一样。现如今在他的暗算下，凤若在凤家的地位是直线下降，更是遭到了几个嫂子的怨恨。却不得不承认，凤若在亲情方面得到的比他多。就凤家的人对凤若是真心疼爱，凤若的亲妈对她一样的掏心掏肺。大小姐在想什么？方瑶温沉地问了句。没什么。凤晴敛回了看外面的视线，并按上了车窗。心里话她不愿意说出来，就不想让人知道她其实很缺爱。